记住了。姑说过会回来娶你。即便是你说出去了，太子难道还会娶一个外室女吗？他记住了我的脸，却认错了人。嫡姐因病猝死在出嫁前夕，父亲为了复婚，强令我顶替嫡姐入宫。姑想娶的是救命恩人陆云瑶，不是你这个东施效颦的替身。殿下，那年江边救你的人真的是我。云瑶已死，你以为顶着这张相似的脸就能得到姑的爱？其实相似的人，为何死的偏偏是他，而不是你？老爷、夫人，太子殿下命人送聘礼来了，求娶咱们家大小姐。我真的重生了，重生到了裴林和陆云瑶刚定亲时。今日是你姐姐的大喜日子，你来干什么？母亲，妹妹许是也想瞧瞧太子的聘礼。为避免夜长梦多，母亲也将我的婚事尽早定下吧。你怎的突然提起此事？阿昭，你救那人时的每一个细节，若说错一个字，你娘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前几日是阿昭不懂事，惹母亲生气了。如今想来，姐姐嫁入东宫是举家之喜。阿昭身份低微，若留在府里，只怕会冲撞了贵人，惹姐姐不快。妹妹这是说哪里话？我怎会怪你？我此行隐秘，不便透露身份。你告诉我，你叫什么？来日我可以去哪里找你？我名昭昭，不日便要去京城陆府寻亲。我会记住你的。数月前，姑在江南遇险，幸得一位姑娘舍命相救。那日暴雨倾盆，姑身负重伤，是她将姑从河中拖上船。她告诉我，她名唤昭昭，姑当时便许诺定要娶她。娘，我也忠喜殿下，可是我并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事。昭昭是谁？昭昭是阿昭的乳名，认祖归宗前，满府只有那卑贱的外室知道，是你。往后你的乳名就是昭昭了。你很识趣，我会为你选个好人家，添一份嫁妆。婚后你就带着你的母亲回江南吧。好。离嫡姐病逝不过数月了，裴林待她越好，她便越惶恐，生怕这偷来的恩情随时会碎。你还活着，既是相似的人，为何死的偏偏是他，而不是你？不准你抬头看我，更不要出声。殿下，若我说当初救你的人是我，昭昭也是我的名字。你凭借着像他几分，得了富贵权位便罢了，如今连他做过的事都要占去，未免太过卑鄙。我没有。滚出去跪着，滚！我跪在宫门前，竟无人为我撑一把伞。别挡路啊！娘娘，
孩子没保住。殿下呢？殿下说，陆侧妃的忌日将近，东宫上下不准见血。那时还没进门就被赶回来了。殿下尚不知道您小产。若几个月前我没有嫁的，若回溯几年，我不愿救他。这些都是我托人寻的。瞧瞧，这位是江南的举子，这位是即将外放的县令。虽不在京城，但也算是有功名在身。他这么急，一是因为我识趣，二是也因狄姐此时还有求于我。你那时救他，在江边那几日，都与他做了什么？白粥竟如此寡淡，病中便该饮食清淡。这是什么茶？只是放了许久的明后龙井，茶虽不好，却也是我能拿出的最好的了。殿下未免也太过惊怪。那时生母病重，正缺钱，我只能煮些白粥。他笑说寡淡，我红了脸。茶也没有好的，我曾怨他太过金贵。那我便告诉殿下，那时嬷嬷以为我什么都不懂，中饱私囊，亏待了我，才导致日子过得这样艰难。他编的事无巨细，每一桩事都有合适的缘由，可到底不是真的，串联起来便有许多破绽。我也懒不多想，这群人加起来也抵不上殿下办法的。妹妹，你甘心吗？甘心的。殿下天皇贵胄，并非我能肖想，我只想有个安稳的归宿。那明日你去见他，若看中了，我出阁之前也还能送你出嫁。狄姐随手选的人是今年的榜眼顾泽之，出身清流，只是不知为何不肯做京官。顾家有祖训，男子不得纳妾。婚后，我名下的田地商铺皆会交于你手中。听闻你要照料生母，也可以将她接来同住。原来我的底细，他早就托人打听清楚了。只是我不久后便要离京赴任，婚事仓促，恐有怠慢。不知小姐意下如何？顾公子是个好人，婚事仓促些，对我而言反而正好。既然公子坦诚，阿昭也有几句实话。嫡母虽向你介绍了我，但有些事她未必知道。我会些医理，平日也爱侍弄些花木，可那些女红绣画之类，我是不大懂的。甚好，既然如此，3日之内我会让媒人上门备齐3书6礼。公子也来此雅集。我的未婚妻爱吃这家的点心，我亲自来买，过会儿便能寻个理由再去见她一面。倒是你，有朝一日竟能见到你与姑娘私会，是好事将近了。是，不过大抵是要回扬州成亲，不能邀你来吃酒了。扬州，那是个好地方。是你救了姑，记住了。你定的是哪家姑娘？你是？你有些眼熟，想来我也认得，只是一时记不起来。正是京城陆府。你告诉我，你叫什么？来日我可以去哪里找你？我名昭昭，不日便要去京城陆府寻亲。也是陆府，陆家的女儿。陆大小姐此时正与孤定亲，府中除了几位上幼的庶出，倒不知还有哪位小姐到了婚配之龄。公子说笑了，陆府高门总有些不常出门的亲眷，倒是惊扰公子了。那种熟悉感为何越发强烈？哪怕是在寻常不过的府里，这女子的仪态中却隐约透着一种坚韧的傲骨。既是如此，顾大人好福气。告辞。回府的时候，天色已经暗淡。这满目的红，上辈子是为了送我入深渊，这辈子是我脱身的祭礼。坐吧。去见过那顾泽之了，相态的如何？回母亲，见过了。你与我女儿生得像，我也确实不愿意看你吃苦。只是你要明白，无论如何，最好的亲事还是得给她。云瑶自小便是娇生惯养，那是陆府的脸面，是太子的心尖儿。阿昭明白，
清流出身的榜眼顾泽之虽说不留京，但顾家门第清白，配你这外室女的身份，你应当满意的吧？若在江南，可没有这么好的亲事了。让你做替身是抬举你，若不听话，你那生母在江南的坟头，我也能让人给刨了。他很好，多谢母亲。好，是个懂事的。回去歇息吧，这几日安心备驾，别再往外跑了。慢着，你姐姐正与太子殿下在前面花厅相见，你绕一绕，往那一条路走。是。其实我与姐姐并非难以分辨，只有7分相似罢了。造化弄人，如今病弱的她，反而更像2年前救人的我，而现在的我，她认不出来，是正好。云瑶，你不曾与我说过你有个年龄相仿的妹妹。殿下，我在江南养病，与府中的姐妹并不熟悉，也没什么好提的。那这茶，这茶怎么了？今日的茶，比当年你沏的好多了。当年是不懂事，被人骗了，只有那明后龙井了。他话说的滴水不漏。哎，我来。药温正好，趁热喝了吧。是不是母亲的病拖累了你？那天水那么急，只有你敢跳下去救人，我后怕了好几日。我知道人是你救的。母亲，我救过的人不止他一个，也从未想过自己靠救命之恩一步登天。我虽知他爱得深刻，也知道了他也会对无辜的人恶言相向。我也要定亲了。定亲？是哪家？是今年的榜眼顾泽之。我打听过，那人家风清正，他是因为不愿趋炎附势，一心为民请愿，这才不肯留在京城。昭昭，这……母亲别担心，他是个很好的人，无论有没有感情，想来都不会亏待我。放心吧，很快等大婚一定，我们就离开京城，去江南，或者去他夫人的地方。下官有失远迎。顾大人提亲，竟能请动太傅您老人家亲自出马。泽之虽不愿留京，但他的人品学识，老夫是极看重的。他既要求娶贵妇千金，这媒人老夫自然当得。顾大人真是有心了。阿昭这孩子虽不常出门，却是个温婉懂事的。顾某虽不久便要离京赴任，但该有的体面绝不会少。前世陆云瑶死后，陆家为了遮丑，半夜一顶小轿将我抬进东宫。把她带到后殿，别在这儿碍姑的眼。陆家若是嫁女，不日便会京城皆知。我也没想过要隐瞒，只是没想到顾泽之会请来太傅。小姐，顾家把婚期定在了10天后，那可是最近的一个吉日，太傅亲自算的呢。10天后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妹妹好大的阵仗，顾泽之竟能请动太傅，连我成亲，他也没这份体面。姐姐多虑了，你是要入东宫的人，那是滔天的富贵，太傅便是名望再高，也只是个臣子。这盖头，你亲自绣。婚事仓促，我也只能做这些小事了。前世成婚前，我心里只有忐忑。那时的红对我而言不是喜庆，而是深不见底的恐惧。殿下，这是阿昭亲手做的点心，你……殿下不悦，这花朝节咱还是不去了。算了，本想讨殿下欢心，如今惹他厌烦，倒适得其反了。我看也是，这丫头没福气，横竖都继承嫡女了，不嫁太子也要嫁高门。我再为她相看几位世家公子。殿下，
姑答应娶你了，姑是不许你顶着这张脸嫁给别人。在那段日子里，我做了自己的替身，那些难堪与孤苦，像野草一样疯长。这样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。顾公子特意嘱咐小人将这些送来。公子说这是扬州带回来的重瓣碧桃苗，还有这几本千金方的孤本，请小姐闲暇时赏玩。出嫁前，顾泽之送了我许多小物件，都不记在聘礼册上，却样样都落在了我的心坎里。替我谢谢顾公子。这古籍是前朝孤本，求来必定费了不少力气，让他费心了。你我是未婚夫妻，这些东西若能令你开心，费的心思便是值得的。妹妹如今倒真像个要出嫁的待嫁心妇了。顾大人对你倒真是不太一样。顾公子人品贵重，待人接物素来周到。这哪里是周到，这分明是用了心思。这样的心思，殿下从未为我花过。从未为他花过心思吗？今生他虽然记差了，但到底是日日往相府送东西。而前世，云瑶虽未正式过门，但姑心中，她就是姑唯一的妻，准她以公主之礼下葬，入皇陵。无论怎样，那份哀柔都当得起一句偏爱。我不是甜，他却日日命人送来最甜腻的点心。我不爱必死，宫中赏赐下来的布匹却只有这一种颜色。我难得上街同他走一回，亲自挑一回首饰，他看都不看我的颜色，只顾着为我选金簪。你说，你只与他待了3日，3日的相处便教他这么难忘吗？他是在害怕他喜欢的每一个细节，其实都是在刻画另一个人的影子。这种时候，言多必失。姐姐倾慕太子，如今能得他日日眷顾，无论如何，也算是得偿所愿了。是啊，我是得偿所愿了。即便是演一辈子，我也要做这大楚的太子妃。演一辈子，那太累了。小姐，有人给您递了帖子，说是您在书画社的那几位至交，邀您去湖心小聚。是林家姐姐他们。到京城2年，在这座深宅大院里，我也曾有过几位交心的好友。要分别多年，甚至此生不复见，心里到底还是有几分不舍。替我更衣吧，简单些就好。你这丫头，这么大的事儿，竟瞒得我们好苦。若不是顾大榜眼请了太傅出面提亲，我们还不知道你要嫁了。婚事定得仓促，并非有意隐瞒，原本也打算今日亲自去府上告知的。陆府如今忙着大小姐入东宫的事，京中谁不知道陆云瑶要当太子妃了？可你，阿昭，顾泽之虽是榜眼，却要离京赴任，你这一走，怕是几年都见不到了。京城虽好，终究不是我的归宿。顾大人的人品，我是放心的。阿昭，你与那顾大人究竟是怎么相中的？顾泽之在京城时，多少高门贵女想结交都不得其门而入。或许是缘分吧。阿昭，子之快瞧，那湖心归途的似乎是你的未婚妻。顾大人和陆府都将人藏得不错，怎么你们一个个都认识？是他，他性子急，还是不要打扰了。陆府没藏着啊，那是陆家二小姐，打小养在江南，2年前才接回京城的。殿下从前事务繁身，许是不知道。是啊，我们几个偶尔雅集时见过。说来也怪，这位二小姐同她长姐陆大小姐生的竟有7、8分相像。
可不是嘛，那时人人都以为她们是嫡亲的姐妹。她们有多像？约莫7、8分吧。不过这2位小姐都不爱露面，起初有些愚钝的人分辨不出，只能靠依群认。记得那家长女爱穿月白色，显得端庄；次女则常穿碧色，清冷如竹。不能让他认出来，还有3天。去，快把这些送到大夫人那儿。平日里这2小姐的院子冷清的像什么似的，怎么今日这些显贵人家都跟约好了似的，上赶着请她？这林太医家的夫人也就罢了，怎么连长乐郡主也递了帖子？这种外室养的私生女，怎么也配进这正厅？没得脏了地板。阿昭，你告诉母亲，昨日你在湖心究竟遇见了谁？只是几个好友，并未惊扰旁人。去，易峰峰回了，就说2小姐并非不识礼数，是将要成婚，府中事务繁杂，她实在抽不开身了。昭昭，我听闻外头那些贵人都想见你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没事，他们只是想看热闹。幸好时间很赶，只要过了这2天，我便彻底断了这京城。则知你我2人是2年前在扬州便相识了的，对吧？殿下好记性。那时候我有心上人，我同你说，来日娶她，定会邀你吃酒。你也曾承诺姑，若是你成亲，也会邀姑观礼。如你即将离京赴任，这喜酒姑怕是吃不上，让姑瞧一眼新娘的模样，这份贺礼总不算过分吧？看新娘，看新娘！将盖头掀了。殿下，这是我妻。大婚之日掀盖头乃夫婿之权，殿下此举，恕臣直言，实乃侮辱。殿下，今日是我妹妹的大喜之日，姐姐今日竟穿了碧色，殿下，您就莫要让她难堪了。是姑失礼了。莫怕，上轿。裴灵，你开始动摇了，但这与我无关了。累了一整日，先喝口水润润嗓子。多谢夫君。我知道你不是甜，特意让厨房做了些咸口的玉带糕，你尝尝合不合胃口？合胃口的。夫人，起风了，仔心脚下。正礼走完后，我便随他离了京。再过2日，便到扬州地界了。扬州，好久没回去了。那是你的家乡，也是我们要安家的地方。他上任之初，事务极其缠身。新官到任，名声百废待兴。他有好多回都直接歇在了衙门里。我们虽已拜堂，却更像是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挚友。
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睡？等夫君一起用宵夜。这2个月里，我们同吃同住，晚间合衣而睡，那种细碎而真实的温暖，是我从未敢奢求过的。他在补那个在京城仓促成婚的夜晚。夫人，夫君，夫人，如今万事已定，日后私底下我要怎么换你？日后要怎么换我？我的大名陆云佩，用了2年，我并不喜欢。迢迢牵牛星，皎皎河汉女，娘的囡囡就叫昭昭。往后陆云瑶的乳名就是昭昭了。至于你，既然认祖归宗，便叫陆云佩吧。可惜在京城的时候也用不了了，就叫昭昭，好不好？好。昭昭，我得调调。这夜真的很长，长到我以为时间停住了。他明明那样生涩，动作里还带着几分笨拙的试探。他不敢用力，怕碎了，又舍不得放手，怕再也找不到了。其实，我们本就认识的。认识？在京城时，我们明明从未见过。不是在京城，还要更早。那是母亲唯一的遗物，怎么就不见了？你再想想，到底是在哪里掉的？是在西边的石头缝里瞧见的。别哭了，给你们。那时候我就想，这个姑娘眼睛真亮，亮到我看不清她的脸，却再也忘不掉那道光。官爷，应该是那边了。我认出了她，就是那个在溪边捡到玉珏的姑娘，那双亮得惊人的眼睛，我绝不会认错。可她根本没看我一眼。子之，我们要做准备，尽快扶殿下走，此地不宜久留。这位姑娘，你那时候就在那里？是，只是每一回你都不曾注意过我。我急着议亲，急着逃离京城的时候，本以为这只是一场权宜之计的凑合。顾大人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因为那时的你隔着远，而现在的缘分正正好好，才让你与我再见。夫人这病是积郁成疾，加上早年受了寒凉，原本是损了根鬼的。那如今好在顾大人请了老夫来，更难得的是，夫人如今心宽气和，这药补不如心补，夫人的气色竟比老夫预想的要好上3倍。有了钱，有了名医，更有了一份从未有过的安定。母亲看着我日日开心的模样，那些在京城积攒的阴霾，终究是一寸寸散了。这些田产都记在你的名下，你想如何打理，都随你。你看这院子里的景色，一年比一年好了。昭昭，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，娘总说带你回扬州看桃花？记得，那时候没钱，娘还总把簪子当了给买药。娘是真没想到，这辈子还能有这么一天。当初在江南那间破屋子里，娘以为自己撑不过那个冬天了。娘，以后都不会再有那样的日子。现在好了，咱们回来了。姑姑也是个知热知冷的，看着你过得好，娘就算哪天撒手也值了。娘胡说什么？咱们要在扬州住一辈子呢。昭昭，你知道娘最高兴的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是你嫁对了人。则知那孩子看你的眼神，娘看得出来，他是把你放在心尖上的。路过东门，想起你爱吃那家的酥饼，还热着。你每日这么忙，还记着这些？不忙，
再忙也要记得给夫人带吃的。岳母今日气色不错。是啊，大夫说再调理几个月就能彻底停药了。那就好。等你母亲身体好了，让她多出去走走。扬州城好多地方她还没逛过。和泽之在一起让我感到幸福，而变故便是在此时发生的。夫人，京城陆府来的急信，是陆大夫人亲笔。到底还是发生了。云瑶，你还记得2年前在江南江畔你救姑时的水势吗？自然记得，那日水势极大，臣女现在想来还心有余悸。母后找姑。云瑶，你现在气定再次赏荷，姑去就来。小殿下，危险！快回来！救命！皇兄，救我！在那一刻，谎言遇到了最致命的试金石。来人呐！快来人！救命！来人呐！快来人！救命！皇兄，陆姐姐确实身手不便。殿下，非是臣女不救，是这近2年臣女受了惊扰，身子骨更弱了。太医叮嘱过，臣女半点寒气也受不得。殿下是知道的，臣女体弱啊。不相信，姑该如何相信？姑与他初见时，水流急潭，那不只是受一些寒的事，那是会丢命的事。他想都没想，便直接跳了下来。而你刚才在岸边，竟犹豫了那么久。分明已经万无一失了，你为何突然决定要试探我？我做了2年的昭昭，你明明已经信了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错？因为同他在一起时，姑只盼着救驾的人来得慢些，哪怕失命在他那小院子里，姑也是欢喜的。可同你相处这2年，姑从未快乐。你姐姐被退了婚，全京城都在看我们的笑话。她颜面尽失，回去就大病了一场，现下已经决意离京，去江南那一带远走养病了。陆家几年的经营，在这一刻真是碎成了漫天齑粉。裴灵，他怎么敢？就算不要我女儿，他这辈子便能得偿所愿吗？全完了。阿昭，我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及时将你嫁了。裴灵既然起了疑，以他的性子，恐怕不会罢手。夫人，您今日不是约了药铺的掌柜对账吗？车马已经备好了，走吧，去铺子里转转。夫人，您可算来了。怎么了？京城来了位贵客，订了一大批名贵的补药和香料，出手极阔，但对方点名要见这铺子的东家。夫人，贵客就在楼上。我知道了，你在楼下守着，不要让任何人靠近。太子南巡扬州，本该先下圣旨，
令官吏整备仪仗接驾，可这回他竟只身一人，不声不响的来了。陆氏云佩，见过贵客。周周，周周，你知道我心悦你，要求娶你，为何躲着我？为何将那些细节全都告知陆云瑶，帮着他来骗我？我不想嫁你。当年我们在此地，在扬州的江畔相谈甚欢，你明明对我也是有意的。我是一国储君，富贵、权愿、偏爱都能给你，是哪一处令你不满？瞧那陆二小姐，真是好手段，踩着早逝嫡姐的位子爬上来的，殿下连房门都不进，这样的太子妃，当真是京城的笑话。姑不想看见你这张脸，姑只想看见云瑶。我不需要那些。为何？姑究竟哪里得罪了你，让你将话说得这样死？殿下，我如今是有夫之妇，不便多留。周周，东宫的风真冷，他的大堂那么厚，可那是他的。我在这东宫，从来都只是一个不该出现的影子。如今生病，连个递水的人都没有。若有来生，宁做寻常百姓家的一株草，也不做这东宫的一尊菩萨。没事了，我在。你白日里见了什么人？梦里怕成这样。大人，出事了！人命关天的大事！我去便回，先让你的陪嫁丫鬟前来陪你，别胡思乱想。夫人，打听清楚了，昨夜河里出了大事。说。快把城中所有的名医都给本官召来！殿下，你可算醒了！下官正面派人封锁消息，叫顾泽之过来，姑要见将他谋完必过。殿下此言差矣，他不是物件，是人。要如何还？谁又有资格还？他在那整整撑了一个昼夜。太子他可曾为难你？没有。我听闻他落了水。他醉糊涂了，发了场疯，
说了些胡话。我也略有耳闻，听说是坠了江，惊动了整个扬州城。不是这句，不是你的，是姑的，是姑娶过的明媒正娶的太子妃。那句话被我压下来了，未曾传出去。他说你曾是他的太子妃。那他确实是疯了。是啊，他是疯了。泽之，衙门里还有几份关于堤坝加急文书要处理，我先去书房。你饿了一天，快让厨房传膳。我陪你。不必，你多休息。夫人，您多用些吧。大人说，今晚他得熬夜，让您自己早些歇息。顾夫人，求求您，求您随奴婢去府上走一趟吧。知府夫人备了春茶，请您入府赏花。我昨日便回绝过了，府内琐事繁多，实在抽不开身，替我谢过知府夫人的意。不行，夫人若是不去，全府上下怕是都不会好过。那位贵人如今正发着疯，知府大人在那儿候着，连气都不敢大声喘。夫人救命！贵人说，若是见不到想见的人，这扬州城的官场也该清洗一番。好，我去。你回去告诉那个人，我这就动身，但请他不要为难旁人。泽之，我要去见他一面，这一面不是为了重逢。昭昭，殿下约我来此，有话直说便是。我活了2世，两世都只爱过你一个人。不过前世受人蒙蔽，我不知道你是我苦苦寻求的人。我不敢爱的，和我此生的挚爱是同一个人。殿下，我跟你说过了。只可惜，我不信，因为那时陆云瑶已经死了，无从求证。我只是从心底里怀疑你试图彻底取代他的位置。难道只是我一人的错吗？若我知道你是昭昭，姑也会来求娶你，对你倾尽一切。可是，你也帮他骗了姑。他模仿你穿碧色，学你的口气，记住我们的回忆。昭昭，这样对我太不公了。我没得选，我母亲病了，需要钱，需要名医。嫡母可以安排一切，条件是让嫡姐取而代之。这一切的起因是你登门之初认错了人。京城人人都知道，太子与他的救命恩人定亲时，我的夫君还是认出了我。是他。如今，姑已经认出是你了。只要你回来，姑什么都能给你。前世娶你时，宗祠都说你上不得台面，姑仍旧娶了。如今你即便2嫁，姑也照样护得住你。殿下，你前世对我那样差。你罚跪的那一晚，漫天大雨，直到小产，我才知道我曾有过一个孩子。既然你还将我当成你的救命恩人，就请看在当年的份上，
不要再如此报复我了。孩子，姑不知道，姑当时只以为你是在争宠，姑不知道，昭昭。不过，今生他等到了一个好父亲，他已经回来了。殿下，殿下，您的手，快传太医！竟连恨骨都不献了。殿下，这汤凉了，臣妇也该告退了。顾大人，太子殿下有口谕，今日南郊堤坝似有愧对之状，命你即刻动身，随内侍大人前往巡查，无诏不得擅离。堤坝昨日臣才巡视过，坚固无比，何来愧坠之说？顾大人，这是殿下的旨意，莫非顾大人要抗旨不遵？臣领旨。死守官邸，若府里有任何异动，即便抗旨，也立刻去南郊报我。我来接你了。他在害怕，即便他什么都没问，即便他知道我不会回头，可面对那个高高在上的裴灵，他还是在不安。你还要我吗？要啊，泽之，你都在胡思乱想些什么？他哪里比得上你一根头发？更何况，我的孩子也离不开他的生父。只有1个多月，前些日子只是觉得困，今日晕了马车，我才敢断定。昭昭，我好高兴，真的好高兴。大人对夫人真是宠到了心尖上，这厨房的补药可是1日3次盯着熬的。刚下来的果子，尝尝。你今日不忙？公事再重，也重不过你们母女。姑不该不信你。这种虚伪的欺负，姑不需要。殿下，小祖宗啊，您这是要做什么呀？你万金之躯，若是在微臣这儿出了岔子，下官这脑袋还要不要了？也是这样淋雨吗？顾夫人好好的在府里养胎呢，殿下，求您了，进去避避雨吧。他跪在阶下，姑没有给他撑伞。殿下这是忧思过虑，又受了极重的寒气。心病难医，若是他自己不想好，怕是这扬州城怕是要变天了。太子久至扬州，千言日久，朕深以为忧，令太子裴灵即刻回京，不得有误。钦此。顾大人，您的密则圣上亲阅，
对您在扬州的政绩赞不我从前缺绝口啊钱，大夫，求是因为在那段最难熬的日子里，我就这么多钱，我只有靠这些铜板才能活下去。连买片人参皮都难，救什么命？我很爱财，把救太子的细节告诉云瑶，因为钱真的能救命。这些是黄金万两，还有故寺库里的稀世珍宝，千年血参，都是给你的，是偿还你的救命之恩。好，我都收下了。殿下，这笔钱我受之无愧。当年在江边，我为了救你，险些冻死在冰水里。后来为了照顾你，我当掉了唯一的玉簪，如今便算清了。清了。在曾经的阿昭心里，你重于性命；但在如今的顾夫人心里，这万两黄金远比你更有价值。殿下大礼，内子收下了。回京的路山高水长，殿下保重。你当真连一个字都不愿多说了？殿下，回去做你的储君吧。这江南的风，以后就不要再吹了。陆氏云佩，性行温良，于危难之际救护储君有功，特旨恩封为安康县主，赏100户，赐珊瑚玉如意1对。这县主的封号是救人的情分换来的，而那诰命夫人的名头，将来我定会凭自己的本事，亲手为你挣回来。其实，只要在你身边，这些名头我都不在意。裴灵那些赔罪的珍稀药材，到底是极好的。几月下来，母亲的沉歌尽去，她重开了医馆，分文不取那些穷苦人的药钱。我想，这才是这些药材最好的归宿。昭昭，别忙了，快歇歇。娘，没事儿，我把这几味药收好就成。我来吧。今日那小家伙折腾你了吗？没有，他今日很乖。他虽还没出生，但也该取个名字了。夫君想好了？我想着乳名、小字、大名，不如你我与岳母各取一个如何？好，母亲定会高兴坏的。快看，花开了！是啊，花开了。阿宁慢些跑，别摔着。阿宁今日又缠着娘亲了。你今日怎回得这样早？太子裴灵崩了。杀！列庄寝室退后，他再未娶妻。这些年，他像是不知疲倦一般，北上剿匪，南下治水，事事亲力亲为。直到3月前南下赈灾，他感染了烈性食疫，硬生生撑到灾情平定，才不治而亡。爱民如子，天下告诉。这评价对他而言，想必是极好的。京中传闻，他临终前只有一句话：姑这一生终究是还清了。娘亲，为什么大家都不笑呀？因为有一位很辛苦的伯伯去休息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春天来了，以后大家都会笑的。昭昭，以后我们每年都带阿宁去看桃花，好不好？好，去江南最好的桃林。还在忙？京城的消息还没断。裴灵走了，但他给京城丢下了一枚惊雷。传皇上口谕，宣安康县主顾大人接旨。先太子裴灵临终遗言：当年江南坠江，救孤者乃陆氏次女云佩，陆氏长女云瑶冒令功勋，欺君罔上。虽斯人已逝，然公道不灭，特赐安康县主昭人2字，记入史册，正其名，归其誉。裴灵，你临终前终于肯还我清白，可这些虚名对我而言早已不重要了。这才是你应得的，不仅是正名，圣上命我回京述职，升任吏部侍郎。回京？京城怕是也不太平。
这一次我们不再是去躲雨的，扬州的风雨我们熬过来了，京城的风雨又有何惧？我要让所有看清你的人低头。好，我陪你。瞧，那是顾大人和昭仁县主，听说是救过太子的大功臣。谁能想到，当年那个被陆家送走的次女，竟有这样的造化？娘亲，这就是你长大的地方吗？是，但这里已经没有娘亲的家了，我们的家在顾府。前世我死在这里，今生我从这里重生。云佩，逆女，你还敢回来？陆大人、陆夫人，我并非云佩，我是皇上亲封的昭仁县主。陆家平民见县主与本官，为何不跪？求你帮帮我们吧，我们真的走投无路了。姐姐呢？她不是去江南养病了吗？她哪是养病，她那是疯了。她被逼疯了。她每天在屋里穿碧色的裙子，对着镜子喊我是昭昭。裴灵退婚后，她就没正常过。我是昭昭，殿下说他最爱昭昭，他为什么不来看我？阿昭，你是县主，你那么有钱，求你帮帮你爹，帮帮我吧。当年我娘病重，我跪在你们门前求那几两药钱时，你们说过什么？想要钱，学几声狗叫听听。种什么因，得什么果。这京城的日子，你们就慢慢熬吧。昭仁县主，当年若非你舍身救下先太子，大楚的国本怕是要动摇。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。朕听说，当年京城有人言，县主是外室所出，上不得台面。陛下，臣之妻乃忠义之后，品行端正。若谁再敢以身世易之，便是置殿下的救命恩情于不顾，置皇上的圣才于不顾。你倒是护人。昭仁郡主是先太子的救命恩人，身份尊贵，岂能容别人议论？长乐郡主，你说是吧？臣女知罪，当年是受了小人蒙蔽，求县主恕罪，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求县主恕罪。郡主请起，如今真相大白，我陆云佩的名声不再是别人给的替身，而是我自己挣回来的公道。离开京城2年，这里的一切似乎没变，又似乎全变了。停一下。怎么了？那个孩子面色不对，泽之，你看他的手掌，像是癔症。入城时就听说城南有几户人家同时病了，怕是不妙。前世我从未关注过京城之外的事，可这一世，我总觉得有什么大事正在悄然逼近。城南3日内病倒了几十人，太医院已经派人去查看了，只是目前病因不明，见过泪湿汹汹。我在扬州时走访过不少乡野郎中，湿寒入体，若不能及时救治，怕是要传开。你是说？泽之，我想去城南看看。你如今不是一个人，阿宁还小，你的身子也才刚养好。正因为我是医者，我才不能袖手旁观。县主，请看，这些病人起初只是发热咳嗽，3日内便会出疹，而后高烧不退，已有多人因此殒命。这不像普通的伤寒，病人的脉象红大而数，舌苔黄腻，是热毒入里之象。可发病又在冬春之交，寒气未消。求求你，救救我的孩子，他已经烧了3天了。这病怕是有传染之性。必须隔离病患，阻断传播。所有接触过病人的家属也要观察。太医院人手有限，而且
城中有些高门已经准备离京避疫了。昭昭，我听说城南闹疫病了，你去那里了？娘，我只是去看看。您别忘了，我也是个大夫。当年在江南，你为了救那个人，差点把自己搭去。如今好不容易安稳了，你怎么……娘，正因为我经历过生死，才更知道性命的宝贵。那些病人，他们也有父母儿女。娘亲，阿宁不怕，阿宁也要像娘亲一样厉害。好，阿宁长大了，一定比娘亲更厉害。怎么样？别吵。暂时稳住了，我开个方子，3碗水煎成1碗，每日2次，3日后我再来复诊。不必如此，我救他不是因为你是谁的女儿，而是因为我是医者。县主，当年的事，对不起。过去的事，我早已忘了。听说你今天去了长乐郡主府。他父亲病了。你不恨他？恨过，可恨意又能怎样？他跪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只是觉得可怜。我的昭昭比我想象的还要好。少贫嘴。对了，疫病的事，圣上怎么说？圣上已经下旨命我全权统筹京城防疫。至于你的方子，太医院还在扯皮。则知他们没有时间了。县主的方子以清热解毒为主，所以祛湿扶正确有见利。只是这方中用了大剂量的连翘、金银花这些药材，如今市价飞涨，若是大量采购，国库怕是……若是担心药材，臣父在扬州经营数年，名下药铺可供调拨。一个女子倒是指手画脚起来了。县主封号，可到底不是正经太医。此事需报圣上定夺，县主先请回吧。前世我从未被人真正看重过，如今我本以为有了身份地位便能畅行无阻，可我忘了，这座京城从来不缺的是偏见与傲慢。郡主这是做什么？县主，我听说你懂医术，求你救救我父亲，他也染上了疫病，太医院的人说怕是熬不过这几天了。太医院都治不好，我又有什么办法？县主，当年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猪狗不如，你要我怎样赔罪都行，只求你救救我父亲。当年他在宴会上说，这种外室养的私生女怎么也配进这正厅，没得脏了地板。如今他却跪在我面前。起来吧，带路。太医院说疫病可控，可今日又有20余人染病，你们告诉朕，这叫可控？圣上息怒，微臣已经尽力了。圣上，臣妻昭仁县主出身医道世家，在扬州时曾治愈无数疑难杂症，臣斗胆请圣上准其参与救治。昭仁，你可有把握？臣父不敢说有10成把握，但若圣上给臣父机会，臣父必当竭尽全力，救一人是一人。好一个救一人是一人！朕准了，太医院全力配合昭仁县主，若有拖延懈怠者，朕绝不轻饶。微臣遵旨。一个女人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王太医，你若不想干，现在就可以走，但圣上的旨意，想必你是知道的。前世我总是在退让，总是在隐忍，今生我不会再让任何人阻挡我的路。这个病人的情况比昨天好转了，方子有效，继续那个方案用药。县主，这几日已有10几人退烧了。歇会儿，你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东西。你不也是？外面的事都安排好了。隔离区已经建好，粮食和药材也调拨到位了。只是城中有流言，说是天降灾祸，有人趁机囤积居奇，哄抬药价。人命关天的时候，还有人想着发财。我已经上折子，请圣上下旨严惩。你放心，这些人跑不掉。娘，您身体还没完全好，别太累了。你放心，娘心里有数。
你小时候，娘带着你在江南行医，那时候比现在苦多了。娘，去吧，病人还等着呢。母亲当年以一己之力将我养大，如今我终于可以与她并肩而行。说了不能进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这里面都是染病的，你往里出什么丑？女儿在里面，她病了，你们让我进去照顾她。怎么回事？云佩，你是云佩？陆夫人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你女儿若染了病，自有人照顾。阿昭，你救救你姐姐，她疯了，她什么都不懂，你救救她！前世她让我跪在雨里，让我学狗叫，如今跪着的人是她。把她带出去，给她一套防护的衣物和面巾，让她在外头等着。她女儿若病情稳定，可以隔着栅栏见一面。这不合规矩啊！万一照做。是。谢谢县主。县主，名册。还在想陆云瑶的事儿？她真的疯了，不是因为疫病，是因为她活在自己编织的谎言里太久了。那不是你的错。我知道，我只是在想，如果前世我没有嫁入东宫，她会不会是另一个结局？昭昭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你救不了所有人。泽之，我有时会害怕这一切只是一场梦，醒来之后，我还是那个跪在雨里无人问津的阿昭。不是梦，我在这里，阿宁在这里，你母亲也在这里，我们都在。县主，昨夜又有20余人染病，其中有3人是太医院的医官。怎么会这样？防护措施有没有做到位？早就说了，这病不是寻常人能治的，连太医院的医官都染上了。县主还是……你闭嘴！现在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，所有人重新检查防护措施，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。县主，你已经熬了一整夜了，先去歇歇吧。不行，方子还有问题，病人的退烧速度太慢，死亡率还是太高。您这是在调整剂量？你看，这里的黄连用量如果增加到3000，清热解毒的效果会更好，但副作用是可能会伤脾胃。那加一味白术来健脾？对。县主，退烧了，真的退烧了。县主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方子，对了，前世这个名字是别人给的，是替身的代号。今生这个名字是我自己挣来的，是医者的凭证。听说了吗？我听说那个招人县主根本不是什么神医，那些病人都被关起来了，进去就出不来了。嘘，小声点，那可是皇上亲自点的人。看来有人在背后煽动。我已经查到，是几个药商在捣鬼，他们囤积药材，哄抬价格，被我们查封后怀恨在心，便散布谣言。必须尽快澄清，否则百姓不敢就医，情况会更加失控。县主，听说您在拿病人试药，是真的吗？你面前这个病人，3天前还在发高烧，今天已经能自己走动了。你觉得这是在试药，还是在救人？县主恕罪，是小的听信了谣言。起来吧。谣言止于智者，你若不信，可以自己来看。每一个病人都可以随时离开，我不会拦着任何人。你们哄抬药价，散布谣言，致百姓恐慌，疫病蔓延，罪无可恕。大人饶命，小人再也不敢了。不敢？你们可知因为你们的谣言，有多少百姓不敢就医，白白丢了性命？这上面是这7日病亡者的名单，总共47人。你们的良心可还安？来人，将这伙人押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顾爱卿，这次你夫妇2人功不可没，招人县更是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无数性命。圣上谬赞，臣妾常言，医者父母心，所做的一切
不过是本分。好一个本分！若是天下官员都有这般本分，朕何愁天下不太平？传旨，昭仁县主陆氏救死扶伤，功在社稷，特加封为正三品诰命夫人，赏赐黄金1000两，锦缎100匹。臣替臣妻谢圣上隆恩。昭仁县主活菩萨，顾大人，青天大老爷！夫人，你现在可是京城的大红人了。少贫嘴，我不过是做了该做的事。这是什么？圣上的封赏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正三品诰命夫人了。这诰命夫人，这是天大的荣耀啊！我何德何能？救了多少人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这个诰命是你应得的。娘亲最厉害了，阿宁长大了也要像娘亲一样。我连一个正经的名分都没有，今生我有了夫君，有了女儿，有了母亲，有了医馆，还有了圣上亲封的诰命。这一切真的不是梦吗？多谢菩萨保佑，让我女儿平平安安。县主，陆夫人，姐姐的病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多谢县主赐药，也多谢县主让人照顾她。阿昭，姐姐，对不起。都过去了，姐姐好好养病，以后的日子还长。昭昭，那个名字还给你。他终于放下了，而我也终于可以彻底放下了。今天遇到陆云瑶了，他跟我说对不起。你怎么回的？我说都过去了。过去了就好。泽之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认出了我，谢谢你娶了我，谢谢你让我做回了昭昭。不是谢我，是你自己选择了做昭昭。娘亲，娘亲，好多花花。阿宁，你看，那边有一条江，娘亲年轻的时候就是在那里救了人。救了谁呀？一个不重要的伯伯。不重要。对啊，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后来遇到了一个愿意给我送花苗、送医书的人。前世我以为自己的一生不过是别人的替身，别人的棋子。今生我才明白，每个人都有资格做自己，而我终于做到了。在想什么？在想下辈子我还要嫁给你。那我得提前预约，免得被别人抢了先。你们两个，爹娘回家了，阿宁饿了。